朋友，我们终于来了，睽违的北高雄。高雄人一定知道，美术馆特区这一区啊，算是高雄的高级住宅区。这附近的美食真的不会少。前2天呢，我跟曲先生就说，我想要来规划一个美术馆之旅，就是把附近啊一些好吃好玩的点，通通包装起来，介绍给你们，来一场充满艺术气息的美食之旅。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 go go！ 旅程的开始，我们决定先吃个早午餐。我挑的这间早午餐呢，叫做木上角食。这一间呢，它其实在高雄有3家分店。我们今天来的是农16店，他们家最主打的就是他们的面包。它门口有放一个大吐司在这里。他们的面包啊，主打的就是天然酵母自制面包。我之前吃过他们的吐司，超级好吃。至于我们现在为什么在外面讲解给你们听呢？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桌距啊，其实蛮小的，我连隔壁在讲什么我都听得到。我就跟许先生说，不然我们吃一吃，等一下出来再做结尾啊。早午餐的部分啊，我们点了2样东西，一个呢是讨海人最爱明太子起司蛋卷，跟许先生的超狂起司费城牛肉潜艇堡。他们的早午餐特色啊，就是除了餐点内容之外，都会附上他们的面包。像我的明太子起司蛋卷啊，它里面除了明太子起司蛋卷之外，还有生菜、水果跟1大块的吐司。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的主餐啊，还可以再挑黑糖优格或者是菌菇浓汤2选1啦。以餐点来说，我觉得分量真的是很多，分量蛮大的啦。但是我们这样一份也是大概，你的是300块，我的是340块。前提是它没有附饮料哦，所以如果你再加饮料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稍微贵了一点点。还要服务费。他们的吐司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除了我吃的3型吐司之外啊，你也可以加20块变成奶油吐司。那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加奶油吐司？人家就想要吃吐司嘛，我想要整个啃哦。你想要它那个就是方方大大的那个吐司？对，我想要他店门口那个吐司，我每次来都是吃那个吐司。他们的吐司啊，蓬松柔软，非常的有口感，很好吃。我的明太子蛋卷最推荐的吃法，他们店员有跟我讲最特别的吃法，就是把明太子蛋卷直接切好，放到吐司上面夹着吃。哇，那个口感真的是有够棒。男生的话，我很推荐潜艇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肉量很多。我自己那个潜艇堡的话，我是觉得味道还不错啦。但是因为我个人并不是早午餐的主要 TA， 因为我看现场其实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女生。对。但是以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潜艇堡我是觉得还算好吃，还算不错。对，肉量蛮多的，就是牛胸肉的部分其实蛮 OK 的，然后气势也很浓郁这样子。如果你们吃完他们家的早午餐啊，还可以买他们的面包走。我刚刚下楼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很多人吃完之后就直接带一大袋面包离开了。对啊，很多人其实是来这边买面包的啦。会比较推荐12点以后，他们面包会比较齐全啦。你刚好吃完早午餐，然后再带面包回去，非常棒，好不好？好，这间作为一个美术馆的开头，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有来美术馆这边附近参观，然后来逛展的话，要吃早午餐，也可以推荐大家来这间。记得预约哦。我说你这个混蛋，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是怎么来美术馆的？为什么你现在在这边用走路的？频道的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其实是住在南高雄。我们来北高雄啊，很怕停不到车位，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决定坐轻轨过来。但是我很喜欢这一区，因为这一区算是我们那个高雄的高级住宅区啊。然后它这边呢，我觉得是非常行人友善，绿地很多，所以今天这个行程就特别过来这边走走路、散散步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也很适合推婴儿车。赞！如果大家有注册 U-Bike 的话，其实骑 U-Bike 也蛮好的。不过我们刚刚发现我们被锁卡了，我们就没办法去搭车。身为一个好市民，进站请刷卡好吗？我们吃完早午餐之后啊，我们现在要去内惟艺术中心。现在呢，10月底11月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中午快靠近12点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天气非常的适合在外面运动。我们现在是中午快靠近1点的时间。A few moments later. 下一站我们来了内惟艺术中心。内惟艺术中心呢，它里面除了展览之外啊，它其实还有电影院。你馆内参观是不需要门票，也不需要提前预约。听说它里面还有咖啡厅，你们看完展览之后就可以在那边喝下午茶，蛮好的。我觉得这个点是一个非常适合下午进来晃晃、吹冷气的一个好地方，而且里面呢还有一些隐藏景点可以拍完美照。我们等一下就介绍几个拍照打卡景点给你们。Let's go！ Go！
我们今天来这间咖啡厅啊，简单点了一个百香果柳橙美式跟一个巧克力司康啊，我刚忘记它叫什么。司康巧克力司康，它的司康口味还蛮多种的，我每个都蛮想吃的，像抹茶、巧克力啊，跟刚刚伯爵茶，感觉都非常的好吃。还有一个原味的已经卖光了，它的司康价钱并不便宜，我讲认真的，他们家卖85块170，有一点点小贵，不过它的环境真的很漂亮，它就是在内惟艺术中心的正里面，也有户外用餐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坐在户外用餐区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而且外面全部都是绿地，都是树，好酷吗？我们刚刚那段沉默的是，我要品尝一下咖啡嘛。之前都有人说什么咖啡要在嘴巴里面慢慢的回味，慢慢的回味。柳橙味道比较浓我没有喝到什么百香果的味道。百香果柳橙美式要做到难喝，说实在要有一点困难度。来这个地方呢，我才不管什么咖啡的，我就是要吃它的司康。它旁边也有那个类似生吐司的东西，如果你们想要尝尝看它面包，它那一区也有可以选。刚发现它有卖简餐还有牛肉面，这个展场里面味道很清香加牛肉面会不会很复杂？不会啦。现烤的司康表皮都会脆脆的，司康就是正常好吃而已啦。我觉得这边比较像是一个我们逛展逛一逛，找一个地方喝一个饮料，休息一下，聊聊天的地方啊。餐点就是中规中矩。接着呢，我们要来找一间草兜喽，它是抹茶专卖店。许先生的面上说了，我们今天点的呢是柚子柠檬鸡凉面。然后刚刚老板说啊，麻烦你们先把这个柳橙跟柠檬放进去酱汁里面，要赶快吃，不然等下面会硬掉。我怕面硬掉，现在速度很快。因为它放了冰块在上面了。老板一下。怎么样？很清爽吧？适合夏天。旁边这边呢，就是有附几块鸡肉，它这个鸡肉应该是有经过处理的，好像有腌制过的感觉。这个真的很像在家吃饭你看那只猫有多悠闲，很复杂，很呛的味道在后面。花椒吧，应该有一点点花椒的味道，是没有到很呛，但整体来讲就是微微的辣，加上一点水果的酸甜这样，然后底部有一点胡麻的那种感觉。鸡肉也很适合夏天。偏清爽的调味。来这边可以点一个咸的，一个甜的，然后两个互相搭着吃，我觉得不错。我在等我的蛋糕，等我的蛋糕。老板都会现场帮我们到现场制作抹茶的产品。等了10分钟，我终于可以吃千层蛋糕了。我的凉面已经吃完了。现在这个千层蛋糕啊，上面也有至少1层薄薄的糖，加上这个麝香葡萄，还有淋上抹茶奶酱，看起来超级好吃的。有没有先吃它的焦糖苹果？他说要先吃焦糖苹果。我刚刚在录的时候你都没在听了，他们说我已经吃完焦糖苹果了，然后它有薄薄的一层脆脆的，有一层果香，很好吃。超抹！吃它后面呢，你咬到上面脆脆的时候，就增添另外一个口感，会觉得焦糖的脆，再加上下面千层蛋糕的 Q， 还有很浓郁的抹茶香气，然后搭麝香葡萄。好，懂，挑会的吃，很懂，当然懂，真的很懂。这边真的是很chill，很像那个老板自己在家里这样。我马上来人家家做客。是啊。金马自习。中间的地方吃起来真的很像冰淇淋，因为它是解冻，所以中间的地方啊会有点微融化，冰淇淋微融化感。搭麝香葡萄真好因为它酸，刚好帮它的抹茶会带来一种解腻的感觉。真不错，真不错。我们吃完草豆肉了，我觉得草豆肉啊，它是一间非常有人情味的甜点店，里面的猫咪啊都是老板收养的。来这边啊，算是满足一个你想要一边吃点心，然后一边有小动物陪你玩的感觉。但是它店内空间没有很大，所以如果你们是人比较多，或者是你突发奇想想要吃甜点的话，建议先打电话先问看有没有位置，不然就要等。他们家呢是抹茶专卖，所以如果你是爱抹茶的人，你应该会蛮喜欢这间店的。
许先生呢，则是意外觉得它凉面蛮好吃的，但我觉得小可惜，其实我觉得它的抹茶千层啊，酱比较少一点点，而且我吃到中间啊，我觉得抹茶味略淡了一些些，所以就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我下次想喝喝看它的抹茶饮、抹茶牛奶啊，或者是抹茶真奶。如果是抹茶控，自己来吃吃看。凉面不错，凉面蛮好吃的。凉面蛮好吃的，有没有听到？蛮可爱的店。接着呢，来到了龙猫隧道。这个龙猫隧道呢，它其实是在轻轨的内围艺术中心站跟美术馆站中间。当我们轻轨啊行经这一段路的时候，就会很像我们卡通龙猫的经典场景。你有没有童年小时候看过龙猫？喷水了，喷水！不是啊，不是大哥，它如果抓好角度啊，拍起来会很漂亮。尤其那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很漂亮，但是要拍照要小心，不要站在铁轨上，会被罚哦，好不好？大家小心哦。什么意思啊？这个叫你不要往上笑，会吃到鸟大便。我们来到了高雄市立美术馆。这个市立美术馆啊，它其实对高雄人是有一个特殊的优惠。我们平日来的话，它是免费；如果是假日来的话，就是45块，一般票是90块，所以几乎高雄人是半票或者是免费的程度。你都可以在网站上面看一下自己有兴趣的展览，再过来这边。它有一些展览是免费，但是因为它里面呢是禁止商业摄影，所以我们就没把它拍给大家看，自己来看哦。刚查了一下，这个叫内围皮纪念池。听说假日的时候啊，蛮多人会来这边野餐呐，但是这边应该不能露营啊。什么意思？喜来登。no。下午走在这里真的很漂亮许先生现在的头啊，全部照着白光。我佛慈悲，万佛朝宗。我们现在要走去儿童美术馆。对，儿童美术馆旁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景点，也是最近新的迷雾森林。听说拍完美照非常厉害。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发现草皮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景点，你有看到吗？不是女山，旁边每一对情侣，你有没有看到草皮上每一对情侣？哦，通通都是请男朋友在拍照，因为这个大草皮超级适合拍照，很出片啦哈。不过也蛮多情侣在草皮上面吵架，因为男朋友拍得不好，老公拍得不好。我们走到儿童美术馆了。这个儿童美术馆呢，它是全台第一个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美术馆。它里面的展览啊，都会用游戏跟互动的方式，让小朋友看这个展览也能学到很多东西。你知道这个展已经结束了吗？哪一个展？儿童美术馆只有开到5点半，现在已经5点半了。我刚刚走过去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只有3分钟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妈妈们都会带小朋友来前面的沙坑，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沙坑。你们如果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啊，下午的时间没有太阳的时候，就可以带他们来这边。它平常日子开到4点半，更早。大家要提早来，你们刚好看完展就可以出来玩沙，玩沙玩、放电玩，回家吃饭睡觉。爸妈超喜欢这种行程的 ，good。我们抵达了传说中的打卡点迷雾森林。如果天气再暗一点的时候啊，加个滤镜，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可以拍出很漂亮、很有氛围感的照片。不好意思，小姐，我迷路了，请问一下内围市场怎么走？因为我走到一个森林里面，我就迷路了。内围市场就在迷雾森林的正对面，就这么近。你有看到吗？我知道迷雾森林是什么了，是这里，是喷水给爸崩。它就是喷水，会喷水，所以营造一种很诡谲的森林感。哇哦，我要穿越仙境了！在迷雾森林的正对面呢，就有一个新的景点，叫内围森林清水河道。这个清水河道啊，它是一条溪，可以让小朋友跟大人下去踩水的一条溪。哇，它的水非常的浅，完全看得到下面的石子地。但是这个水质 OK 吗？可以啊，它有流动它的水好像是有流动。你看最前面那个源头的地方，它是有流动的水。对，小朋友就可以在这边。你只要记得，家长记得带衣服跟换洗的一些用具、毛巾啊。小朋友玩完水之后，帮他擦干。很放电呢，这个非常舒压。我以后也要买独角兽给他。可以这样子走那个过去。我下次要帮他带泳圈过来。
许先生现在想要走到内围市场去买饮料。看过我们影片的人应该知道，我们之前有拍过内围市场，好不好？如果你们想知道内围市场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也可以去看那一部片。水果，哇，生意好好，人好多。这边的蔬菜很便宜耶。老许怎么办？我好想买菜哦！天哪，一包25，那枸杞叶超大的。你给他买去火锅就不用点菜啊。我们会被报警吧？人真的好多，人车真到，大家来要注意安全哦。晚餐我要带许先生来吃桐花精致涮涮锅，酷，号称是火锅界的 LV， 超级期待！今天整集最重要的就是要来这边吃火锅。这间火锅店啊，算是我们以前学生时代真的是重要节日才会来庆祝来吃饭。桐花在高雄，我觉得应该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吃那种高级火锅就是桐花。它的海鲜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吃的时候非常印象深刻，很新鲜。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金箔黄金粥。他们家招牌的那个最后那个汤拿来煮粥，真的非常的让人怀念。今天终于趁着凡凡不在，可以约会一下了，好不好？爸妈直接大吃一顿，太爽了！那招家弃子 ，Go！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的吃一顿，犒赏一下自己。主餐的部分啊，我帮许先生点了一个炙烧 A5 熟成飞驼和牛，它不是肥蛋和牛哦，它是飞驼和牛。试试看。不是只有这样子哦，真的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还点了帝王蟹。刚刚帝王蟹店员有拿来给我们看一下，因为他们都会让客人确认一下，这是你点的哦，还活的哦，嘴巴还会动哦。点餐最重要的，我就是要来吃他们的黄金稀饭，所以一定要升级套餐，因为我太想要吃这个黄金稀饭了。等火锅之前，我要先来吃前菜，这个好像是鸭胸佐橙汁沙拉。在你吃的时候，我必须要先称赞一下他们这个包厢真的超赞。刚刚店员有跟我们说，这种小包厢啊，我看有4张椅子，但他最推荐的做法就是坐2到3个人，因为呢，重点就是他们会有桌边服务，他帮你服务的时候啊，他希望你坐得很舒服，所以你们来这个包厢啊，大概2到3个人坐会是最刚好的。我要先来吃这个柚香鱼子炙烧干贝。刚刚他放上鱼子酱的时候，我真的要发疯了，结果后面还撒上金箔。现在金价很贵。它旁边这边啊，还有放上柚子盐。刚在炙烧前，他的服务人员有问我们说，你们要全熟还是半熟？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半熟。果然品质好的干贝半熟啊，那个 Q 弹度，中间还保有干贝的水嫩度。最特别的是鱼子酱，它上面的鱼子啊，啵，发挥那个端的味道。不过金箔本人呢，就是漂亮，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口感。它的炙烧干贝鲜度正刚好，食指大动。刚刚我在挥舞的时候，那个金箔跟着一起飞了，赶快收好。同花他们这边都有提供桌边服务，只要你有需要，你请他们帮你桌边代煮，都可以帮你处理到好。像我们刚刚点的帝王蟹，因为帝王蟹呢它是需要去壳的，由他们的服务人员帮你弄到好是最方便的，你只要在旁边吃，开心的吃，这个也太赞了吧！红色的部分呢，我们会直接食用，它白色的部分是它身体的肉，口感会比较扎实，我们会让客人。就询问客人要不要加在稀饭一起吃这样子。我的帝王蟹已经煮好了。黑龙，干杯！帝王蟹好好吃哦，质相当的 Q 弹，再加上它那个帝王蟹啊，一丝一丝的在你嘴巴里面，你咬下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反弹作用力。你知道那个帝王蟹在5分钟之前它还在桌上动吗？他们家的海鲜上桌的时候，还没有下锅前，全部都还在活动，太屌了！那你刚刚吃鲍鱼好吃吗？好吃啊，很 Q 弹。那个鲍鱼在5分钟前它也是活的哦。你可以不要再搞事了吗？它跟板东那种鲍鱼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有够 Q。
很赞。我们花这么多钱，请你不要给我拿来跟板德的鲍鱼做一个比较。印象中，我以前呢，其实只要提到鲍鱼，我都不太喜欢，因为我的印象中就只有板德那种鲍鱼。长大之后，开始有经济能力之后，才知道原来鲍鱼是长这个样子的，好不好？快乐快乐，我们等一下再请店员帮我们把剩下海鲜处理一下啦哈。我要来吃这个飞驼和牛，炙烧过了再下去煮，大概几秒吧，大概2-3秒就 OK 了。我觉得和牛炙烧起来的那个感觉，比较像是把和牛多余的油脂逼出来那个感觉。它的和牛比我想象中的不油腻非常多，因为有炙烧，因为它下面现在整排都是油，入口即化，但是不油腻，非常棒。但是你试试看那个伊比利猪，我觉得伊比利猪炙烧之后那个香气真的不一样。这个是伊比利猪很赞，伊比利猪，伊比利猪非常之有弹性，它在咀嚼当中还会有特殊的果香味。你知道伊比利猪它本身其实是吃筋骨长大的，所以如果好的伊比利猪啊，它在咀嚼的时候会有那种筋骨的香气，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代表它是非常好品种的。炙烧之后啊，因为它油脂本来就很丰富，所以炙烧之后它的表皮上面微微的有一个焦香味，让那个香气更浓。我觉得伊比利猪这样吃很好吃。伊比利猪中间还会有一个那个油脂筋膜的地方，你入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弹跳感。哇，赞赞赞！好，他们家的肉品质真的很好，桐花真的不愧是火锅界的 LV 耶！拜托，这一盘帝王蟹全部都是店员小姐姐帮我补好的。以前我们在外面她都不吃螃蟹。服务人员非常的贴心耶，他都会问你说你想要吃几分熟啊，然后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放，你们觉得 OK 吗？都会直接问你，很高等级的享受。它在价位上面比较高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相对应提供的服务跟食材都符合它的价格。我们也不是每天吃，我们上一次吃桐花应该也是3-4年前哦。它比较像是你可能有重要的家族聚餐啊，或者是商务活动，都蛮适合约来这里吃的。这个酱料好吃到我们问店员说，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酱？不是和风酱，是他们特制的椒麻酱。那个店长说你网络都乱写，这个酱是他们师傅特调的椒麻酱，不是和风酱，非常特别，它是微微的辣，你们再加上蒜头、葱还有辣椒，加一点自己调配出自己喜欢的味道。尾韵有一个微微的辣味，那整体来讲有那个稍微的刺激感跟酸酸的，觉得风味上面都会提升另外一个层次。荧幕前的大家一定在问我说，吃火锅你在吃什么乌龙面？我真的气死！来他们家我一定要点这个乌龙面，它主餐有白饭、乌龙面跟荞麦面可以选。我每次来吃都是选乌龙面。我每次吃火锅我都点白饭，但是我觉得大家来这边，我建议不要点白饭，因为它有一个很招牌的东西，我们等一下会煮一个它的黄金粥。就是等一下会用你的汤底，然后加上白饭，然后煮一锅这样，那个是它最招牌的，念念不忘。刚煮完黄金稀饭了，我的妈呀，有够香！煮的过程中啊，最贴心的部分就是服务人员会一直问我们说，等一下要让你们试试看味道哦。许先生试了2次。调配到我们最喜欢的软硬度，咸淡度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呢有加蟹膏，有加蟹膏的话就怕最后煮的时候会太咸，所以他就会很贴心的帮我们多加一些水啊，慢慢熬，慢慢煮，大概煮了15分钟左右。这个粥真的是日月精华全部都在里面。你们绝对要加海鲜，你们绝对要加海鲜，拜托，我要讲3次。汤底基本上是把海鲜的精华全部煮在那个粥里面的，最后加上那个海苔丝啊，画龙点睛，有够漂亮。我刚刚已经觉得吃得很饱了，这个粥一下去，我又可以多吃2-3碗了。而且今天我们有加帝王蟹，所以那个粥的鲜度已经是完全不同档次，因为它刚刚最后是加了满满的那个蟹膏进去，很爽。我很疑惑怎么会有人来这边不吃这个稀饭啊？好吃哦！吃不完也可以打包哦，所以不用担心。那我们就继续开动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术馆的一日之旅啦，从早上悠闲的早午餐到刚刚吃的澎湃火锅，真的是有够充实的。我喜欢美术馆，我们明天就搬过来。我们没有钱，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假日没有事情的话，可以带着家人或者是小朋友来这边走走逛逛，吃吃美食。
我还带了一个红花的黄金粥要回家吃。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一格一格一格，两个啊，三个。大哥，大哥，唔对咧，混嘴给爸爸。讲啥话？单纯吃肉，我看你这样好像跟配白饭一样，对啊很爽真的很爽